要说起客家庄深秋的味道，应该就属柿饼了。这个香甜的古早味，对柿饼的第4代老板来说，却有上一代苦过来的滋味。国中的时候，他亲眼看到爸爸不敢得罪盘商，勉强回收卖不完的20箱货，再全部的往地上倒，默默的吞下亏损。这样抹不去的痛苦记忆，让他毕业以后不想也不敢回家接班。他选择到科技公司发展，没想到遇上了金融海啸、裁员危机。他抱着没有退路的心态接手家业。为了挣脱盘商的束缚，他创立了品牌，号召整个家族的力量，积极的转型观光，让传统日晒柿饼的金黄印象走入顾客和游客的心。终于成功的开拓了新通路，为百年产业开创了新的出口。黄澄澄柿饼海沐浴在暖阳下，棚架上颗颗金球为客家山城堆叠温暖色调。这每逢秋冬的盛事，柿饼婆婆也跟着登场。左捏捏，右捏捏，上捏捏，下捏捏，事事如意耶！跳过操以后，每个都记得，然后一边走还一边左捏捏，右捏捏啊，哇，都记得了啊！所以这个算无意中的哈，觉得还蛮可爱的，好有记忆点哦，这个。对啊，太阳公公出来了。柿饼婆婆带领的柿饼操，大朋友小朋友跳得开开心心，精神抖擞。当人生开始鼎沸，柿子也到了转色时节。它会先从绿色开始转黄色，那由绿转黄就是差不多我们就是可以采收的时候。阳光下的结实累累，显得金黄闪耀。7到8分熟，最适合做柿饼。家里种了3大品种，风味各有千秋。以牛西柿来讲，它就是比较普遍，它量比较大嘛哈。那它吃起来口感就是肉，就是比较软。那石狮的话，基本上我们会称它为土鸡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这3种里面那个最 Q 的，对。可是因为它量比较少，对。那比狮的话，这3种里面是它甜度最高，然后它也有石狮的 Q 度。对柿子了若指掌，时不时还得爬上树采摘，像小时候一样。吕义成身为柿饼厂第4代。从小只要大人开始忙碌，自己就得当童工。柿子红了，就是表示工作很多了，就不能出去玩了。那同学要揪你，就是说没办法出去这样子。对，就是说某一川啊，他说走啊出去玩，我说不行，我要在家帮忙这样。吕家每代人的童年都有柿子浓墨重彩的一笔。采收回来的果实得由柿饼大队合作加工。姑姑刘珍珠可是从小做到大。迄细汉的时阵吼，抢阳光细汉，差不多2点外哦，就爱起来安尼，2点多呢，很想睡了，所以挖起来。那还袂到迄几人拢袂使困哦，跟老板哦2个人哦，我足爱困哦，我常常安尼足久啊。啊，阮小弟拢甲叫啊，到尾啊，我甲伊讲，你唔通甲我叫，你互我剁一个就好。削皮去蒂头得眼明手快，更得靠意志力。稍不留神，手上这把老刀立刻飞出去。这个小李飞刀，你们看这呢，就来哦。这个比较利哦。老板的儿子，伊拢敢讲，我手拢几啊盖拢爱提浆。他说：“没有受伤不能算师傅了。”用岁月和伤痕练就一身功底。刘珍珠说：“做柿饼的孩子还会养成特殊雷达。”阮阿公的时代都传落来啦。阮吼咧做这个奇怪吼，爱观天象。伊讲东北风伫迄边吹过来，那乌云伫遐，你爱带咧等。啊，那乌云伫这边，免惊。啊，有一摆吼，我转来，伊咧师傅讲，紧收啦，紧收啦！伊讲乌云
准来啊啦！我讲哦哟伫遐啊，免惊。伊讲等下啊，互你负责。我讲我负责。准。做柿饼不但要老天爷赏脸，工序还很繁杂。晒之前得先用龙眼木烘烤，让初步干燥的柿子熏上淡雅烟香，颗颗珍贵，是客家先民刻苦耐劳的智慧。因为我们方便携带，然后其实它养分也能够还保留在。那当初我们柿饼，也就是我们讲的柿干呐，其实就是在当初也是算我们客家人迁徙当中的一个逃难的一个口粮。逃难口粮随着时代演进，发展成客家庄道地古早味，闻名全台。没想到看似风光稳健，危机却来得又急又凶。那我们其实以前很自豪，就是说，其实台湾90%的柿饼出产都是在我们汉坑这个地方。那从 WTO 通过大陆可以进口之后，因为他们的价格很低，那当然就是冲击到我们这种就是我们本地的一些柿饼业者。很多农家都负债。对，除了负债之外，其实就是直接就干脆我就不做了啦。当年引以为傲的柿饼海迅速变色，苦撑的农家们为了续命，放弃阳光，改用机器速干。吕家人也妥协了一阵子，直到奶奶的一句话。奶奶就是跟爸爸说，我们现在是做这种柿饼是吃的东西，那我们要做就是我们要有良心。谨记奶奶的劝诫，每年呈现壮观的晒柿大景，终于透过游客照片推广，让小镇起死回生。这份命运变化，仿佛晒柿最重要的关键——九降风，一吹就来转机。那我们新竹会这样称为九降风。那很多客人说，你今天天气很好，太阳很大，那你今天应该柿饼很好做，其实不好做。对，为什么？因为我都会问客人说，那请问一下，你在太阳底下你会流汗，对不对？那会不会干？不会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只会一直流汗。那怎样情况会干呢？就是需要风来帮你把水分带走，一天天逼出水分才能定型。吕义成眼前这盘柿子晒到第3天稍稍软化，得捏压加速。我都要开玩笑说我们在加糖，对，所以会讲说在加糖的用意，其实它是最重要的动作。那像我们这样捏一下，它里面的水分就会往外排，往外排我们再去烤再去晒，它才会干。经过多重日晒、风干，花上9天，终于变身柿饼，口感软中带弹，散发甘甜，还有细细流沙感。晒久一点，成了披上柿霜的柿干，更扎实浓郁。对吕义成来说，这些都是长辈苦过来的滋味。那我有一次国中下课回来，我就看，奇怪，爸爸那边有叠了20几箱，我想说，这次叫货叫了很多，然后又赚了我想说这次又赚了很多，结果仔细一靠近，结果爸爸是一箱一箱往地上倒。那时候叫货，然后就是收盘上的问题啦，因为他们卖不完，他们又为了要省他们自己成本，不帮我们去保存，那变成就是退货回来给我们。早期大多受盘商压制，亲眼看见爸爸不敢得罪，吞下亏损，让他不打算接班。高中毕业后到外头闯荡，计划却赶不上变化。之前一间小型的科技公司去工作，那我是担任助理工程师。那我会回来的契机其实也蛮特殊的，因为我刚好搭上了那个金融海啸那一班车。那时候那个公司有问说，你要不要去大陆，不然你就被裁员。那大陆当然刚开始没有什么出过国的，当然会觉得我要到外面去工作就比较不想，所以我就选择回来。发挥在职场学到的经验，他创立品牌，转型观光，
把柿饼切丁，做出独家的柿子奶酪，更号召整个家族的力量，创意发想，不再依赖盘商。其实我们这个柿饼产业算夕阳，那我们夕阳产业要撑下去的唯一一个途径就是我们一定要转型，我们一定要突破嘛。那所以我想说，除了柿饼之外，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其他东西来吸引年轻人？把柿饼跳脱单一形象，每到产季，家里的日晒场总是人满为患。即使要做的事情变多，也舍弃速成，被笑傻子都没有气馁。就是其中有一个叶子，他跑来跟我说，跟爸爸说，哦，我们的柿饼都做出来，客人都吃进去，变成排泄物了，你还在烤，还在晒，对，然后就是在取笑爸爸。那我回来之后就是坚持，也是用那种传统做法，虽然比较辛苦，但是我们就是为了保留这唯一的传统的古早味这样子。柿饼文化不消失在时代洪流，吕家人共同撑起荣景，让上百年的金黄柿浪熠熠生辉。那个来拍我们的，阿姐你好漂亮啊，阿姐你好可爱哦。我说我的笑容是你们堆砌起来的。